爸妈，你们来了。这是我闺女的房子，我想来就来，还用跟你一个吃软饭的报备？那你们先坐，我去跑茶。跑茶就免了。我女儿天天在外面跑上跑下，你倒好，天天窝家里煮饭拖地，一点男人的样子都没有。我问你，婉晴人呢？年底项目忙，她晚点回来。哼，那你呢？你就在家伸手等女人养？莫成啊，打扰了。爸，快进来坐，喝茶还是喝水？哎，白开水就行。你跟他客气什么？他吃住全靠我女儿，吃我们顾家的，住我们顾家的，欠了我们顾家天大的人情。姐夫，你这电视99寸的呀，比我家可大多了。真皮的沙发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不记得了，听到了吗？不记得了，估计是我晴姐买的，她不好意思说。哥，你别戳破人家的脸面，他一个零收入的闲人，怕是连这套真皮沙发多少钱都不敢说。你看这房子168平，婉晴一年挣100多万，他就只会在家做饭。玉兰，人家做饭也没啥，没啥，一个大男人30多岁不上班，天天窝在家里，你说这叫啥？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你妈来看看你不行？妈，你们怎么不提前说？说什么？来看自己闺女还得提前打报告。婉晴啊，妈跟你说，你弟你妹也来了，住几天。你那个书房收拾一下，让他们住。妈，书怎么了？书房不能住人，你弟睡书房，你妹睡客厅沙发，行了吧？妈，书房有折叠床，我一会儿收拾。哼，姐，你家这阳台能看到黄浦江，妈你快来看啊！嚯，这视野比我们家那个破阳台强多了。不愧是我闺女，就是有出息。要是换做某些没本事的男人，一辈子都住不上这种房子。谁让你够下的？3年都没工作的废物，现在竟然敢这样顶撞长辈！有话咱们好好说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你别拦我，也不看看你闺女到底嫁了个什么货色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不吃清蒸鱼，就爱吃红烧的。你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？现在立刻端回厨房重做。玉兰，莫成做了一桌子菜也不容易。少插嘴！他花我女儿的钱买菜做饭，做道菜都不能合我心意，要他有什么用？玉兰，怎么了？做几个菜就了不起了？婉欣一年挣100多万，他做几个菜就能抵了？姐夫，你这手艺不错，以后天天给我们做饭呗，反正你也没别的事儿干。行。姐夫，你以前干什么的？做投资的。投资？投了多少？赚了没有？不多。听到了吗？做投资的投了不多，赚的没说，估计压根就没赚到。姐，你一个月赚多少？年薪120万，加年底分红150左右。150万？看看我闺女一年挣150万。那姐夫你呢？你一年多少？我没上班。不上班？那你靠什么活着？他在家帮忙做饭，整理家务。家庭主妇啊！婉晴，妈问你，你养他几年了？都停一下！我有个事儿要宣布，从这个月开始，家里吃的用的所有开销全部 AA。这个办法好啊！姐夫，你可别多想啊，我妈这是在教你勤俭持家呢。已经3年都没上班了，兜里估计也没几个子儿了吧？我吃好了。妈，吃饭吧。不行，我得说，你一年挣150万，他分币不挣，这日子你们是怎么过的？玉兰，你别拦我，也不看看你闺女嫁了个什么人，无业游民，吃软饭的。妈，怎么了？我哪点说错了？他都已经3年没上班了，一个大男人30多岁，天天窝在家里做饭，你说他算什么男人？婉晴啊，你听妈一句话，跟他离了。你一年150万，长相、学历、收入样样查签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刘玉兰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，你嘴上没把门是吧？爸，您没必要护着他。一个大男人没有稳定工作，本身就说不过去。你闭嘴！妈，我去厨房重做红烧鱼，你们稍等片刻。动作快点，别耽误我们吃饭。莫成，坐过来一点，今天妈有正经事跟你谈。妈，您说。你住在婉晴这套房子里整整3年，这3年时间，你没有上过1天班，没有往家里拿过1分钱。婉晴一年稳定收入150万，你零收入，全靠她的工资支撑整个家。今天我给你立下死规矩，从下个月1号开始，家里所有开销全部 AA 平分，水电、物业、买菜、日用品，每一笔支出你都要承担1半，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。妈，这个规矩。妈，没必要这么苛刻，家里开销不用分得这么清楚。婉晴，你别插嘴，这是我跟他2个人之间的约定，跟你无关。妈说的有道理 ，AA 制，我同意。你这么干脆就同意了？你身上拿得出分摊的钱？姐夫要是手里没钱，出门找份工作不难，送外卖每月5、6千，再不济去扫大街，1个月也有3000多，总比天天在家闲着靠我姐养活强。就是这个道理，姐夫，你一个成年男人，总不能一辈子依靠我姐姐，传出去我们整个智家族都会被人笑话。我会认真考虑找工作的事。
什么叫考虑？今天周六人才市场休息，周一早上你必须出门找工作，不许在家躲清闲。好，周一我去人才市场。莫成他们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委屈你了。爸，没关系，妈说的没错，我确实长期没有外出工作，理应分担家庭开支。听见没有？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没有收入，活该被妈要求 AA。这本账从今天开始记，日常开销都登记在册，月底统一核算，各自结清自己的部分。我明白。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零用钱？还有几百块。今天中午的菜钱一共138，AA 的话你出69，我先记上。后面几天的菜钱你先垫付。婉晴，关于妈提出的 AA 制，你心里怎么想？我妈说的其实也不算错，你这3年确实没外出工作，家里大额支出基本都是我承担。你说的投资到底怎么样了？没赚到什么钱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份稳定工作？已经在留意合适的机会了。莫成，我养了你3年，公司同事私下都议论我，你当场答应 AA， 想过月底拿不出钱怎么办吗？我会想到办法。3年了，你都在说想办法，到现在也没见起色。这些早餐食材是谁买的？我昨天下午采购的，花了52块。AA 的话你承担26，水电700，物业1500。妈，昨天买的车厘子也算进去。这么一算，一个月得1万多。姐夫，你可得抓紧找工作啊，送外卖进厂都行。就是啊，姐夫，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做饭，说出去多难听。这周累计4188，月底之前记得结清。月底我会全部结清。要是到时候有困难怎么办？妈觉得该怎么处理，我都配合。亲兄弟明算账，该结清还是要结清的。玉兰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较真儿。我怎么较真儿了？账目清楚对谁都好，不清不楚才容易出问题。妈放心，月底一定结清。莫成过来对账，38400元，你打算怎么结？天天说找工作，也没见你定下来。我一直在看核设施的机会，看来看去也没个结果，总在家做饭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妈，别总说他了。莫成，你确实得尽快定下来，长久下去不是办法。姐夫，我哥们烧烤店缺后厨帮工，月薪3500包吃住，要不要试试？3500也好过在家闲着，至少能挣点钱分担 AA。陆总，董事会执行方案全部筹备完毕，下个月朗登科技董事会，您随时可以到场主持。再延后一段时间。您还要顾及到他的项目。这个项目他筹备了3年，不能因为我的计划毁了他的心血。收到，我调整方案，保留滨江项目的审批通道。莫成，你看看这份文件，这是我妈拟定的。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我去跟她沟通。不用，没必要。我妈就是性子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房产车辆婚内存款归顾婉晴所有，本人自愿放弃婚内财产分割权益。姐夫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会不会太吃亏了？分开了也好，省得大家都别扭。莫成不能签啊！我去跟玉兰说，这协议不算数。爸，字是我自愿签的，没有反悔的余地。这3年我操持家里也挺安稳的，足够了。分开了也好，各自安身。莫成，你真就这么走？婉晴，各自保重。莫成，等等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玉兰，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分开了对2个人都好，省得天天别扭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。先生，整整3年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周叔，我回来了，不用伤感。刘总在书房吗？在书房等您很久了，带了全部资本运营的文件。陆总，这3年委屈您了，成远资本一切运转稳定。辛苦你独自打理业务。最新评估112亿，3年增长40亿。您手握朗森科技65%控管权，去年全年净利润12亿。婉晴在朗森是什么岗位？能力怎么样？副总裁基础年薪120万，优质项目资源都优先给到他。他业务功底扎实，70%成果靠自身努力，剩下3分晋升和资源扶持是您暗中安排的。足够了，他的努力我一直看在眼里。他的8亿滨江项目不用调调，让他完整推进收尾。您还顾及他的感受？他们家这3年对您的态度，不是顾及他，是不想否定他的付出。下个月董事会，我亲自到场主持换届。您终于决定正式回归朗森总部了。隐退3年，
是时候回去了。刘玉兰最近托人打听您的过往，但3年前就做了信息保护，普通人查不到程远资本和您的关联。随他查，真相什么时候公开，由我说了算。各位董事，本次临时董事会增成一项特殊议题，有请一位重要嘉宾到场。是谁？这位是程远资本创始人、朗恒科技实际控股人沈墨成先生，持有公司65%原始股份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陆总，林浩然，你为什么叫他陆总？他是我先生，之前一直在家休养啊。顾副总他是我的直属上级，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3年来所有重大决策都是他远程敲定。各位董事，本人沈墨成3年前创立朗生科技，因家庭原因隐退幕后，委托林浩然代为管理运营。你隐瞒了我3年，当初你说投资没起色都是骗我的。顾副总，会议室只谈工作，称呼我沈董。我们已经签署了财产分割协议，私下的事就不必在这里说了。第1项，沈墨成先生正式回归，担任朗生科技董事长兼 CEO。第2条，副总裁顾婉晴劳动合同下月到期，经董事会评估，决议不再签缺。第3项，调整公司权构建，沈墨成先生直接持股65%。继续宣读。墨成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何必做得这么绝？顾副总，办公场合请遵守职场。沈墨成，我不会这么算了的。顾副总，请于今日下班前完成工位交接，人事部门会配合你办理手续。墨成，你站住！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瞒了我整整3年？结婚的时候，你从没仔细问过我的事业情况。你只说做投资，我没多想。我确实做投资，一手创办了程远资本，目前估值112亿。3年前你升副总裁，工作忙压力大，我主动提出退居家里支持你，你当时也同意了。只是这3年，每次家里人对我有意见，你从来没站出来说过一句话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？告诉你的话，你同事就会议论你靠丈夫上位。你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我尊重你的想法，所以没说。这套江景房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总价1800万。你以为的房贷其实只是每月几百块物业费。你开的那辆车也是我婚前全款购置的，登记人一直是我。你不知道房产归属，可你清楚听见你妈天天念叨我没工作，看见弟妹说闲话。你每次都只是让我忍一忍。3年时间，你没有一次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过一句公道话。墨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默默承担了这么多。我不怪你不知情，但我没法接受一直被漠视。AA 制我同意，财产协议我签字，是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。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没有了，签协议那天，一切就已经结束了。凭你的业务能力，在哪里都能站稳脚跟，不用依靠任何人。陆总，周叔已在车库等候。如烟，这3年你做高管，他在家打理生活，我在总部运营资产。你能晋升副总裁的推荐式是他签的，8亿滨江项目能顺利立项是他授意放行的。你母亲3年前心脏搭脚手术加术后康复，进口特效药特需病房合计264万，全是陆先生全额支付的，没跟任何人提过。第2笔顾子豪前2年创业失败欠下的款项共90万，是陆先生出面协商结清的。第3笔，顾子豪4年留学学费生活费128万，顾子申英国硕士学费70万也都是他担的。以上3年累计428万，全部出自陆先生私人账户，所有支出都有流水和发票可查，绝无虚假。428万，整整428万！我10年前就跟着沈墨成，当初曾劝他不要为了家庭放弃事业，是他自己执意如此。周叔不是公司司机，是沈墨成的私人管家，这些年接送您、准备午宵都是他私下安排的。如烟，别说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早知道我绝不会让他们那么说你。我怕说出来伤你妈自尊，怕弟妹有压力，怕你夹在中间为难，所以一直没提。我愿意和家里沟通，让他们知道真相。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婉晴，你的能力和努力都是真的，7成成果靠你自己，剩下3分是我心甘情愿铺的路。我不后悔扶持过你，但也不后悔离开那个家。婉
情，医院来通知，我的进口药特惠优惠通道到期了，35万要按正常标准缴费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我这药不能断啊！妈，我拿不出35万，我朗生的合同到期不续篇了，现在重新找了份工作。什么？你好好的副总裁说没就没了？2万月薪扣掉房租和日常开销，根本攒不下钱。还有这套江景房，从头到尾都是沈墨尘婚前全款买的，我只交过物业费。什么？你好好的副总裁说没就没了？2万月薪扣掉房租和日常开销，根本攒不下钱。还有这套江景房，从头到尾都是沈墨尘婚前全款买的，之前的财产协议其实我什么都没分到。陆总，新能源标的的事儿定了，鼎盛那边报价比我们高8%，对方已经签了意向书。意料之中。您真的一点都不急？这个标的我们跟了3个月，尽调做了2轮，尽调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，就这么拱手让人？3个月前这个标的估价6个亿，现在咱价8%就是6亿4800万。所以您故意压着报价不追，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抢。他第1天入职鼎正，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值那个价。您给他的是整个项目，陆总，您这哪是放水？您这是鱼直接端到他碗里，还顺便把刺都挑了。他拿到的是一块烫手山芋。那个项目的技术路线，我3个月前就让技术部做过压力测想，端稳了是他的本事，端稳自己的事。原来您不是因为旧情放水，是因为像他的能力。行，那我就不操心了。对了，顾子豪今天又来了，在1楼大堂坐不走，说要见你。保安赶了2次，他出去转一圈又回来，让保安处理。保安队长说那位秀舅子不像以前了。他说什么了没有？说想当面跟您说句话，具体什么话没讲。让他坐着吧，下班前他不走，再叫保安送出去。明白。都快下班了，顾先生，您都坐了4个小时了，沈董今天真的不会见您。大哥，我不闹事儿，我就是想跟他说句话，就说一句。你看我坐这半天了，水都没多喝一口。您有什么话可以留个口信，我帮您转达。你就跟他说，顾子豪错了，以前那些混账话我收回，以后再也不说了。话我可以带到，但沈董见不见您，我保证不了。那是谁啊？坐1天了，听说是沈董的前舅子，还真不一样了。你看他穿的工装，袖口还有机油印子呢，好像是刚下班就赶过来了。姐夫，顾子豪，我说了不见你，我不借钱，我今天来就想说一句话。以前那些话，什么吃软饭、零收入、家主夫，都是我嘴贱，我混账。我今天在你们大堂坐了1天，就想当面跟你说句对不起。说完了吧？姐夫，我知道你不原谅我，但我真的改了。我这周去汽修店报道了。你自己找的汽修店？对，我姐我介绍了一家，师傅姓孙，人挺好的，虽然骂我骂得凶，但肯教真东西。你姐让你来的？不是，她不知道我来，是我自己想的。我姐现在在鼎盛干得好好的，我今天在你们大堂坐了1天，看人家员工进进出出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做，就我以前怎么那么好意思，天天在家赖着？手机号给我。啊！我认识一个连锁汽修的老板，姓方，在城东有3家店，缺学徒。你要真想干，明天打这个电话过去，就说沈墨成介绍的。姐夫，真的谢谢你，别给你姐丢人。我保证，姐夫你放心，我顾子豪从今天起再也不混日子了。谢谢姐夫。顾总监，新能标那边的交割手续全部完成了，签字、打款、货户一气呵成。圈子里今天都在传，说盛从朗森嘴里抢了块肉，咱们长脸了。李总，我复盘了一下项目的全周期现金流，如果按这个成交价来算，前3年回本压力非常大。什么意思？成交价溢价了8%，比我们内部报的预算上限高了1000多万，前2年净利润要被摊薄3个班点。那你当初报价的时候怎么不拦着？李总，当初是您亲笔签的报价单，我是当天上午入职的，报价是前1天已经发出去的。我拿到资料是下午3点。李总，我入职是来帮您赚钱的，面子不能当饭吃。沈墨成这人我知道，他让出来的东西8是问题的。你是说他故意让给我们的？他做投资做了10几年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溢价8%的项目他一句话没追，这不正常。那你建议怎么办？我重新做了技术路线单的风险估，第3的成本比预估高出12%。我们现在唯一做的就是重新谈价来。你入职才半个月，就让我回头去改已经签了意向书的价格。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止损，不是要面子。你是第一个在我拍板之后当面说不划算的人。那您是想要听真话的，还是想要听好听话的？行，听你的，我去谈，把对方约出来，明天下午。顾婉晴，你这个人有点意思。陆总，新能源那边出变数了。李鼎盛今天下午亲自联系了卖方，要求重新谈价，压5个点。他原话是：我们顾总监说溢价太多了，让我再来谈谈。这位李胜好歹也是鼎盛的老板，被手底下的总监逼着回去砍价，还对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您说这算什么？算本事还是算胆量？算本事。他以前在朗森就是这样，该顶的时候就顶，从来不怕罪人。李鼎盛挖到他是捡到宝了。陆总，您刚才笑了一下。没有，我看见了，眼角有弧度。如烟，你要是闲的没事干，去把下个季度的预算表做了。
不过卖方那边问我们的意思，要不要趁机抬一手？让3个点成交，给他个面子。让3个点，那我们的利润空间可就压到只剩2%了。他值这个价。各位董事，滨江项目自宣布停工以来，前一摊成本已经1.2亿。沈董，我们当初拿这块地的时候确实便宜，但停工这么久，市场风向早就变了。我同意老张的说法，就算最后建起来了，能不能卖出去都是问题。我知道大家担心成本，如果现在放弃，我们亏掉的不只是1.2亿前期投入，还有这块地本身的增值空间。修复要做，但方案要无优化，类成本控制在1.5亿以内。你约我出来就为了问滨江项目的事儿，那个项目是我从立项开始一路跟到方案告停，陆总交代过，这个事儿对外不能讲，我不是外人。我做了那个项目将近1年，就算我现在不在了，我也想知他为什么死。那我告诉你，但是你得保证，绝不能让鼎盛去打这块的主意。我保证，那块地底下有污染，修复成本预估2个亿。沈墨城停工就是为了减损，不是针对你。2个亿。他拿到婚姻报告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凌晨2点，第二天一早就签了停令，没跟任何人商量，连董事会都是事后才通知的。那为什么不公开？公开了地价就跌。如果外界知道有污染问题，股价当天的就得跳水。他要对全体股东负责。我那天在停车场堵他问停工原因，他只说评估方案。你给他机会说了吗？那3年里，他每一次想开口跟你谈他的事儿，你都在干什么？你在忙着开会、加班、应酬。顾总，话我带到了，但我劝你一句，有些事知道了就行了，别去打扰他。他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你也是。子申，我以前是不是特别混蛋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滨江项目停工不是因为评估方案，是那块地底下有污染。姐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办公室我进不去，你在朗森干了那么多年，总有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吧？以前你带过的那些人呢？林浩明，对，那个林总，他不是还在朗森吗？你让他帮你递个话。算了，别为难人家，他毕竟是沈墨城的下属，夹在中间不好。姐，你以前怎么教我的？你说想要什么就得自己去拿，等着别人施舍是没出息的人才会干的事儿。你现在怎么怂了？你这句话还说得挺像回事儿。那当然，我姐教的嘛。快打！顾副总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儿？想麻烦你帮个忙，我想见沈墨城一面，能不能帮我约一下？顾副总，明天中午12点半，沈董会在 B2 停车场取车，我只帮你这一回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林浩然帮我刷的卡，他欠我个人情。找我什么事？滨江项目的事儿我知道了。你找柳如烟了？是我找的他，你别怪他，他也是被我逼的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可以帮你。顾总监，你已经不是朗森的人了。我停工不是针对你，是项目本身出了问题。我不是来找你谈工作的，我来就是想说，对不起，以前那3年你在家被我妈骂，被我弟妹讽刺，我从来有站出来说过一句，我认。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顾婉晴不是瞎子，你做的那些事儿我全都看见了。听到了。那以后我还能找你吗？电话没拉黑。成了，新能源标的，对方让了3个点成交，比我预期的最好结果还低了半个点。你说奇不奇怪？买方那边松口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话，你猜是什么？猜不出来。对方说给你们顾总监面子。谁说的？沈墨城的助理亲自打的电话，说这是沈墨城的意思。这位前夫哥可真是够大方的。你跟沈墨城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一直给你行方便，是旧情没断还是别的？李总，沈墨城这个人向来不出亏本的招，他让你3个点，说明他认你的能力，你值这个价。谢谢。对了，下周3行业峰会，朗森是主赞助，你带我去。那张请柬我还得现找，放哪儿来着？行业峰会下周，确认出席名单已经发过来了。鼎盛那边的参会代表是顾婉晴，要不要调整一下您的行程，把主题发言时挪一挪，避开他那个分论坛？我为什么要避？万一见面尴尬呢？他代表鼎盛，我代表朗森，公事公办。您上次也说公事公办，结果让了3个点。如烟，你今天话很多。行，我不说了，我就等着看峰会那天您怎么公事公办。接下来有请朗森科技董事长沈墨城先生做主题发言，题目是城市更新项目的风险与机遇。各位同行，朗森今年做了2件大事。第一，完成了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升级，整体运营效率提升了3%。你找的哪3家环保公司竞标？第3家是陆庆环保。陆庆环保，我调出来开看了，你当时给他们的评价是技术扎实、履约能力强，所以就用了。你还记得我跟谁合作过？你工作上的所有记录，朗森都有存档，我这些年一直在看。墨城，今晚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今晚不行，晚上有个内部复盘会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后天晚上7点，你来我公司楼下，我带你过去。谢谢你还愿意见我。你约我吃饭就为了说谢谢？墨城，我想跟你说几话。那天在停车场说了道歉，还有别的话没说完。你说。
那3年在家做的一切，买菜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照顾我妈来家里的每一次招待，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理所当然，但我也没有跟你说过一次谢谢。我欠你这3个字，欠了整整3年。那些事儿是我乐意做的，你乐意做是你的事儿，我没有说谢谢是我的问题。我以前总觉得夫妻之间不那么客气，你做了我就心安理得的接了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心安理得是最伤人的东西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不是来求你跟我复合的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好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以前是我瞎。婉晴，你今天说的这些话，比那3年加起来要多。以前嘴笨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也有点害怕。万一我说了谢谢，你就觉得欠我的还完了，然后就走了。我不会因为你说了谢谢就走。我留下来的那3年，是你当初要我去家里支持你，我答应了。那现在，你还愿意让我靠近你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去。这就走？饭也吃了，话也说完了，你不是还要回去加班吗？鼎盛那个新源项目后天交割，你现在应该在帮室看最后一遍。你怎么知道我的项目排期？你以前在朗森的时候，每个交割前3天都要熬通宵，现在估计改不了。莫成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你老实回答我。问。你还生我的气吗？气过，现在不气了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现在是什么？说不清，你先上车吧。其实我也说不清，但我想把说不清的这些东西慢慢说清楚。子豪，今天第1天正式上工，师傅说你怎么样？师傅说我手脚笨，第1天连扳手型号都分不清，拿错了3回。不过他也没骂太凶，说肯学就行，让我先洗3个月车，把手练稳了才能碰发动机。肯学就行，慢慢来，手艺这东西急不得。爸，我以前是不是特丢人？以前的事儿别提了，现在好好干比什么都强。爸妈，我今天跟老板去参加展会，老板说让我负责接待外宾，我英语总算没白学。子申，你那个工作累不累？天天早出晚归的。不累，比在家里闲着吃闲饭强100倍。而且我们自己谈成的单子有提成，上个月我拿了800多块钱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自己挣的。玉兰，孩子们都出去工作了，你也该想开些了。我就是在想，以前我对莫成那个态度，天天骂人家，我连一句像样的对不起都没跟人家说过。妈，我今天在汽修店干活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，洗车看起来简单，其实特别累。我姐夫住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买菜、收拾屋子，一干咱家3口人，比我这累多了。别说了，妈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咱们家欠姐夫一个公开的道歉。陆总，顾家寄来的，地址是老宅那边，署名是顾父。莫成，知道你不缺钱，这张卡里是我们全家凑的38万，不多，是心意，以前亏欠你的，我们慢慢还。陆总，卡退回去，告诉顾家，心意收到了，钱不用。行，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话剧，可是您自己说的，退回去会不会显得生分？你学得倒快。跟您学的嘛，那这钱到底退还是不退？告诉顾子豪，汽修店好好干，3个月后我让方老板给转正式工。另外，这笔钱用顾婉晴的名义存个定期，等他以后需要的再说。您这心眼偏的够可以的。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得嘞，妈，医生说你今天精神状态不错，把粥喝了，下午就能下床走2步了。婉晴，医院的护士跟我说，特惠通道又续上了，这个月那35万的药费不用咱家出了，又是他出的，应该是他让柳如烟办的。婉晴，我一个做丈母娘的，把人骂了3年，到头来救命钱全是人家掏的。妈，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对他，争取原谅。莫成这孩子心胸宽的不像话，搁谁身上能做到这样？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妈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就是身体还虚。他刚还在里面念叨你，哭了一场。周叔准备的，他说老人家吃苹果好消化，燕窝补气。你让周叔准备的？他自己非要张罗，我都说了不用。莫成，谢谢。你今天专门跑一趟，就为了送这个？周叔非要送，我不来他不放心。你每次都拿周叔当挡箭牌。那不然呢？我还能说我自己想来看看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你进去陪他吧。对了，我妈说下周末让你来家里吃饭，她说她想见见你。你妈？她说上次是电话里聊的，不算正式见，这次要亲自下场。鼎盛那边新能源标的的第1期交割已经完成，鼎盛昨天在投资圈聚会上公开夸了顾婉晴，原话是稳准狠，值这个价。知道了。陆总，还有一件事，今年董事会新增了一个环节，您看要不要加上？什么环节？邀请顾婉晴作为外聘专家，毕竟这个项目从头到尾是他操盘的，别人来讲未必有他那么清楚。当然我只是建议，您是董事长，您做主。让他来吧，滨江项目的来龙去脉他最熟，别人讲不清楚。
那我以董会的名义正式发邀请函，鼎盛那边我去沟通。陆总，您这人就是嘴硬，明明想帮人家，非要说是别人讲不清楚。朗森年度董事大会下个月15号，董事会正式邀您作为外评家来做滨江项目专题汇报，您有空吗？这是沈董的意思？沈董亲自点头的，他说别人讲不清楚。我会好好准备，谢谢。那你准备下材料。不过李总提了个条件，鼎盛要作为联合开发方参与滨江项目，沈董也答应了，所以你现在不只是去做个汇报，你是代表鼎盛和朗森的联合队站在那个台上。是顾总监自己争气。各位董事，接下来是滨江项目的专题汇报环节，我们有请鼎盛资本投资主监顾婉晴女士。各位董事，滨江项目经过5个月的修复工程，污染已经全部达标，比原方案自降了。汇报做得不错，比我预想的还细。那当然，你给了我这么大一个台子，我不能自己的招牌。下周末来家里吃饭的事儿还记得吧？记得。你妈喜欢吃什么，我总不能空着手去。你以前去我家也没带过东西。以前是以前，那时候不懂事。带束花就行，我妈喜欢百合。你尝尝这个，莫成小时候最爱吃这个，我隔3差5就得做一回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常来，伯母给你做。谢谢伯母，味道特别好，比我做的强100倍。莫成以前跟我提起你的时候就说你工作能力强，做事利落，今天见了本人比他说的还好，人长得好看。莫成跟我说了，他说过去的事儿翻篇了，不许我提，对吧莫成？你恩什么恩？对人家婉晴态度要好一点，好不容易请来家里吃饭，你别跟开会似的板着脸。态度挺好的，不然也不会带他回来。婉琪，来陪伯母喝一杯，以后周末没事就过来，家里好久没这热闹了。莫成那书房我平时都不让进，你要是来了随便。伯母，我一定常来。顾小姐，她说您胃不好，不能喝凉的，汤要趁热喝。谢谢。谢周叔，我这就是跑腿的，主客是先生，他早上出门前就交代了。你妈人真好，跟你提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怎么提的？你说我妈话不多。她今天是超常发挥。莫成，我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妈说我胃不好，不能喝凉的，你怎么知道我胃病？你以前在朗森加班的时候经常不吃饭，尤其是项目交接那几天，你一天就喝2杯咖啡，正餐一口不动。周叔每天给我送早餐，是你安排的？不然呢？周叔是沈家的管家，以前只负责照顾我妈和我。3年，你做了3年，每天1份粥，一次都没跟我说过。那时候你忙，说了让你分心。沈莫成，你这个人心思怎么这么深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现在拿什么还你？不用还，以后好好吃饭就行。那我以后每天都好好吃饭，你监督我。走吧，那风大，该回去了。朗森本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成67%，感谢每一位同事的付出。另外，个人名义宣布一件事：我和顾婉晴女士离婚是因为家庭矛盾，不是感情破裂。过去的事已经翻篇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想重新追求她。各位，这3年我出去工作，年薪100万，所有人都说是我在养他，可事实是，整个家都是他在撑。你刚才说想重新追我，但在这之前，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，你今天给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体面，那我顾婉瑶就在这儿还你。你蹲下来，换我来追你，你愿意重新娶我吗？你连戒指都准备好了。我要是说不行，这台阶下得去吗？下不去。连戒指都自己准备好了，咱们顾总监这动作也太快了。他憋了3年，能不快吗？